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新版张起灵会笑，诚意版张起灵太帅，杨洋版无表情成经典，你喜欢谁？大家期待已久的藏海花终于上线了，终于可以见到心心念念的铁三角了，大家是不是特别激动呢？然而，对于张起灵的选角，网友们却一致表示不满，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差的永远还在后面。这个形象演青春校园剧，可能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但要是让他去演小哥，未免显得有些随意了。特别是出场时那一瞥回眸，大小不一的眼睛中毫无杀气，完全没有张起灵那种淡然幽深的气质。这次回眸真是平淡无奇，毫无亮点可言，完全没能让观众眼前一亮，开场就给了我们0分的体验。再说到颜值，虽然帅气是有的，但那张惨白的脸和红白相间的嘴唇，怎么看都像一副病怏怏的模样。他那张脸板着，好像别人欠了他258万似的。此外，原著中描写张起灵在寺庙时身穿貂毛衣服，显得气质雍容典雅，冷淡疏离，让人一眼便能看出这个少年出身不凡。然而，张康乐饰演的张起灵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内蒙古放牧少年，只是偷穿了大人的衣服。他穿着过于宽松臃肿的衣物，导致全身比例失衡，显得头部格外瘦小。回顾众多版本的《盗墓笔记》，张起灵和吴邪这一组合的演员更替频繁，不仅颜值每况愈下，连演技和打戏也越来越差，真是每况愈下。我们刚刚讲解了新版内容，接下来就来谈谈之前的旧版本吧。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的白月光2015年的《盗墓笔记》。这部电视剧是大家首次接触并了解这一题材的重要作品。杨洋在剧中以斜刘海和冷峻不苟言笑的酷帅形象，深深迷住了观众。可以说，杨洋版的小哥才是引领大家沉迷《盗墓笔记》的真正原因。毕竟外貌极为贴合小哥那潇洒俊逸、超凡脱俗的形象，性格的表现也极其忠实于原著，神态冷淡，平时寡言少语。说实话，那时候看剧的10个人里，至少有9个都会被他吸引。然而，众所周知，杨洋的身材是他的弱点，弯曲的腿型、松弛的肌肉以及模糊不清的腹肌，使得他饰演的小哥形象大打折扣。即使纹身再多，也无法掩盖他身上缺乏肌肉的事实。在那场杀死铁面生的经典场景中，杨洋冷冷地说了一句"你可以去死了"，随后便扭断了床上那人的脖子，这一表现令人失望。在原著中，小哥展现出宽肩窄腰的身形，单手就将铁面生提了起来，只需轻轻一转手腕便将对方击毙。那臂上凸起的青筋与饱满的肱二头肌，是杨洋这样的白斩鸡根本无法企及的。2016年的电影版就不用小编多言了吧，鹿晗的精致如同洋娃娃一般，完全失去了小哥的韵味。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富家少爷下乡走个过场，这也正是他至今未被广泛认知的原因，简直糟糕透顶。2019年的怒海和秦岭在选角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，程毅完全无法胜任这个角色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颜值不符合要求。程毅将那个淡雅出尘的神秘小哥演绎的像个呆头呆脑的富二代，还是建议他回到自己的舒适区，乖乖的去演仙侠剧吧。2018年的《沙海》和2020年的《终极笔记》这2部剧中，张起灵这一角色均由萧宇良独自出演。帷帽下的斜发轻轻遮住了他的眼睛，肌肤白皙，眼神淡漠，仿佛在他看来，世间万物都显得微不足道，颜值高达100分。这流畅的身体线条和肌肉，非常契合小哥那匀称且肌肉密度惊人的身材设定。
在那精瘦的身躯下蕴藏着无限的力量，完美的身材令人称赞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萧雨良是最贴近原著的演员之一。他 cos 原著中张起灵的造型，简直就像是二次元人物走进了现实世界。不得不说，萧雨良显然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深入理解这个角色，否则他不可能模仿得如此逼真，还原度简直满分。这与原著角色的契合度简直达到了100%，完全无可挑剔。颜值、身材和还原度都堪称顶级，萧雨良饰演的小哥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张起灵人选。2020年的重启之极海听雷，说实话，在看过萧雨良版的张起灵后，这一版确实难以让人满意。尤其是那1000度的近视眼和19分的斜刘海，已经让黄俊杰的颜值硬生生的降低了5分。穿上这件黑色连帽雨衣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雨夜的杀手呢，真的太像了吧。2021年的云顶天宫，坦白说，相比于其他剧集，这部作品简直就是小儿科，它的质量烂得无可救药，达到了极致的地步。这韩式贴边烫发微微卷曲，染成了浑浑的黄毛，谁能认出这是深不可测的张起灵呢？建议你黑发时去演继承者们的低配版，而黄发时则可以演狂飙的低配版。观众在看过众多版本的小哥后，心中对张起灵的扮演者产生了2大阵营，一方支持杨洋，另一方则倾向于萧雨良。小编把2人放在一起比较，是不是显得差距十分明显？从身材和气质来看，杨洋可以说是完败。刚才聊了颜值，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打戏吧。先来看看新版的张起灵，这打戏真是让人无语，慢动作加上花哨的炫技，实在让人不忍直视。不是非得要多么高超，但这样是不是有些太敷衍观众了？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惊艳的场景，镜头要么对准脸部，要么对准风景。唯一出现几秒的打斗镜头还是慢动作，显然只是为了炫耀身材，完全是来恶心人的。与观众投票选出的天选张起灵相比，这位不仅长胳膊长腿，动作更是敏捷伶俐，飞身旋转踢、猛踹、力刺、重打，招招直击要害，技巧驾驶极其流畅自如，一眼便能看出是经过深厚功夫钻研的练家子。这还有什么可比性？无论是颜值、身材还是打戏，完全是碾压性的胜利。许多观众在看完《藏海花》后，纷纷选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铁三角阵容。这些演员都是在《盗墓笔记》系列中最贴近原著形象的。正如朱一龙饰演的中年吴邪备受关注，陈明昊诠释的胖子和萧雨良扮演的小哥张起灵也让观众们充满期待。可以说，这个阵容几乎成为了大多数观众心目中最期待的组合。当然，这些无非是网友们自我娱乐的方式。就像备受观众喜爱、令人难以释怀的《终极笔记》，尽管它是系列中表现最出色的一部，角色也被演绎得栩栩如生，但这依然没有阻止三叔收回版权。难怪有网友阴谋论调侃，三叔这是在逐步降低《盗墓笔记》的人物颜值，最后好让他自己也能上台演出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想法竟然还真有几分可信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是对《藏海花》接下来的剧情感到担忧。